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曼达小馆。最近呢，天气太好了，所以今天我跟小伙伴们出来春游了。昨天晚上准备了很多今天带出来吃的东西，一会儿也会告诉大家在家里怎么样准备很适合春游带出来吃的三明治、沙拉，还有紫菜包饭。现在首先我们来处理一下猪排，就买这种猪大排，如果上面有骨头的话要去掉。然后这个猪排上如果有过多的肥肉也可以去掉，留下一点点就好了。接着呢，就是这个猪排它会包在一圈这个白色的筋膜里头，所以你要把这个筋膜切断，不然一会儿加热之后猪排会卷起来。在它的周围切上一些缺口。接着要把这个猪排敲打一下，用刀背敲它，这样纵横交错着敲一下，可以破坏一些它猪肉的纤维，让它吃起来口感更嫩，跟用肉锤敲是一样的效果。两块猪排都敲好之后呢，在它的两面撒上一些盐跟胡椒，两面均匀的沾上盐跟胡椒，腌制差不多不到10分钟就好了。现在来准备一会儿炸猪排要用的面包屑，当然可以用市售的面包屑了，但因为我们今天做三明治嘛，正好有面包，所以就做一点新鲜的面包屑。把吐司撕成小块，倒到搅拌器里，把这个吐司用滚按的功能打成颗粒比较大的面包屑，因为它颗粒大的话，后面炸出来会比较脆。然后一会儿要下锅油炸的，现在先把油倒到锅里，让它加热一下。让油先升着温，然后我们现在把猪排再准备一下，在盘子里磕一个鸡蛋，把它打散，然后我们先在猪排上筛一点面粉上去，两面都要均匀的筛一点了。然后再依次的过这个蛋液和面包屑，均匀的沾一层蛋液之后，丢到面包屑里头。注意保持你一个手湿一个手干呢，这样操作会不那么的乱，比较整洁。然后可以轻轻的按一下，让它表面这个面包屑能够粘得比较牢。现在油温差不多6、7成热的时候，你可以拿筷子下去试一下，筷子周围会迅速的冒出很多小气泡，这个时候就可以下猪排了。这个猪排炸起来很快的，每一块差不多2分钟就好了，表面金黄就可以捞出来了。现在先等猪排凉，然后呢，我们来准备配菜。卷心菜先细细的切成丝，接着是胡萝卜，也是先切成片，然后细细的切成丝。胡萝卜不需要很多，它只是配色用的。现在就可以组装三明治了。首先呢，这里有2块吐司。吐司的做法之前讲过的，然后在吐司上呢，先抹一层这个软化过的黄油，就是室温下放了一会儿的。抹黄油不仅仅是为了增添味道，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三明治我们是头一天做，第2天才吃嘛，所以如果你不抹黄油的话，食材里头的水分会渗出来，把这个三明治的面包弄得很湿，吃起来就感觉不是很好。所以抹黄油相当于是给它了一个防水层吧，就保持这个面包的口感。均匀的抹一层，接着就是酱料了。酱料其实你可以随便用你喜欢的各种酱料。首先，美乃滋应该是必不可少的，在一片抹了黄油的面包上再抹上一层美乃滋。
美乃滋的做法之前也说过的。另一片上你可以同样的抹美乃滋，或者你想让它味道更丰富一点的话，你可以换成芥末酱。今天用的是这种，其中有完整芥末籽的这种黄芥末酱，它味道会比较辛辣，搭配这个猪排在一起，可以缓解这个猪排的油腻的感觉。酱都抹好之后呢，在一片面包上放上生菜。然后刚才切过的这个卷心菜丝和胡萝卜丝，你可以把它稍微混合一下。然后放一块刚才炸好的猪排上去。然后这个猪排上，如果你有的话，可以再放一点这个猪排酱上去。它是一种专门配炸猪排的日式的酱汁。之前我有一期节目叫炸肉饼，然后在那个里头我有讲过怎么做这个酱汁。它是由番茄酱、还有辣酱油、生抽、味淋和味增混合在一起，按一定的比例。这种猪排酱汁在很多超市里头都可以买到的，或者如果你不嫌麻烦的话，可以回到之前那期节目里头去看看怎么自己做。然后再放上一些卷心菜丝和胡萝卜丝，再放一片生菜。然后是刚才这个抹好了黄油还有芥末酱的面包盖上去。现在这个三明治很厚，不要紧啊，我们找一个保鲜膜把它固定一下。你可以把它包好保鲜膜了再来切，这样会维持它的形状。如果你有这种切面包的锯齿刀的话，会比较方便，从中间这样横着切下来。如果你喜欢那种比较做作的风格的话，也可以把边儿都切掉。这样这个三明治就做好了。你可以不要拆掉外面的保鲜膜，直接把它放到盒子里头，第二天就很方便的可以带走了。三明治做好了，接着我们来准备一个沙拉。今天做鲜虾意面沙拉。这里有一些虾仁，就是买来它已经是剥好壳的虾仁，然后你买的虾仁可能是已经去过虾线的，也可能没有去过。反正我们要给它开个背的嘛，你可以顺便检查一下，如果里头的虾线没有去掉的话，可以把这个虾线去掉。现在我这有2锅开水，在一锅里头倒入虾仁，然后另一锅里头先加点盐。接着下这个意面，我用的是这种螺旋状的意面，你也可以用那种短短的通心粉也可以。这种面是蛮适合用来做沙拉的。意面要煮的时间稍微长一点，但是虾仁很快的，大概2分钟，这个水开了就可以关火了。捞出来之后，马上倒入冰水中，或者放到这个冷水下冲也行，就让它立刻降温，保持它脆嫩的口感。意面先暂时再煮着。一般这个意面的包装袋上会告诉你需要煮多长时间，差不多10分钟左右吧。这个时候的意面还没有完全的熟，就中间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没有特别熟的部分。但是因为它要做成沙拉吧，放到明天它就会软了。这个煮意面还是跟之前一样，不要过冷水。你可以趁它热的时候加一点橄榄油进去拌一下，就防止它们互相粘在一起就好了。下面接着来准备其他的配菜了。小番茄切半，我用了绿色、红色2种小番茄，切过的直接丢到这个意面里头。接着是甜椒，这个也是直接丢到意面里。然后是牛油果，这样划一圈之后转开，然后再用刀尖这样纵横着划几刀。然后拿一个勺子把它挖到这个碗中。这个牛油果先不要急着放到意面里头，因为它容易氧化。我们先挤点柠檬汁上去，给它拌一下，这样可以防止它变色。然后再倒入到碗中。下面再切最后一个东西，就是欧芹。欧芹的叶子卷一卷，
然后切碎。接着我们就来做这个沙拉的酱汁了。我今天用一个瓶子来做这个沙拉汁，依然是油醋汁。这是刚才挤过一点的柠檬，继续用它，把柠檬汁挤到这个杯子里来。接着放这个白酒醋进去，用红酒醋也行的，或者你可以全部用柠檬汁也行。我用了柠檬汁和醋混合在一起，只是让它味道比较丰富。然后是橄榄油。一般来说，油醋汁的这个醋和油的比例，在这个传统做法中是1:3，不过我感觉那个比例实在是太夸张了，就是油有点太多了，所以一般来说我会用1:1就好了。接着就是蒜蓉，然后是芥末酱，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做那个猪排三明治的时候用过的。然后是一点糖，接着就是盐，然后现磨的黑胡椒，然后盖上盖子，就开始使劲的摇它。因为有芥末酱的加入，它可以起到一点乳化作用，所以摇好的这个酱应该是这个样子，像乳液一样的。做好的酱汁，你可以先尝一尝味道，然后你喜欢再酸一点或者再咸一点，就可以再调整。因为这些菜都是没有什么味道的，所以你的酱汁要稍微咸一点。我会再加一点盐在里面。现在再把之前的剩下几个食材，就是煮过的虾仁，放到沙拉里。然后呢，我今天还会放一些这个小球状的马苏里拉芝士。这个在很多那种进口超市的专门卖芝士的柜台可以找得到的，它是很新鲜的，泡在那个乳清液体里头的马苏里拉芝士，很适合放在沙拉里头。不过如果你买不到也不要紧，你可以换成一般的车达奶酪，或者是那种大块状的马苏里拉芝士也可以。然后我还会放一点橄榄进去，因为橄榄它会咸咸的，当你咬到它的时候，它能够增加一个很明显的味道。接着就是刚才拌好的酱汁，因为今天做的这个沙拉里头没有用到那种水分特别多的蔬菜，所以你就可以先把酱汁倒进去，让它们融合在一起。而且这种沙拉其实是要放一晚上之后味道会更好的，因为像意面还有牛油果这些食材，它们需要时间去吸收这个酱汁的味道。但是如果你是做那种很多菜叶子的沙拉，就不能这样哦。之前讲过的，就是很多菜叶子的沙拉，你要在最后吃之前再把酱汁拌进去。拌匀之后呢，再把切好的欧芹碎撒上去。好了，现在就可以盖上保鲜膜，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放一晚上，明天味道会更好。希望明天会是一个好的天气。紫菜包饭的做法之前有一期节目专门讲过的，大家可以去我的微博或者公众号里头回复关键词紫菜包饭就可以看到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或者喜欢春游的话，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关注、评论、转发、投币、投香蕉。谢谢收看，咱们下期再见，拜拜。